醒醒，我们该回圣亚丽丝了。什么呀？没用的东西还带着。穿过这片丛林就是他国边境，那里有通向圣亚里斯的列车。那你们呢？去北部的斯诺斯。时间太紧迫，来不及好好道谢。有机会，我们一定会去圣亚里斯感谢各位。汉密尔顿，斯诺斯是什么地方？一个枫树很多的国家。主人，你看看他怎么了？前2天他突然开始发烧，我们就从坚士兰德赶了回来。之所以发烧昏迷，是素体对恶魔进一步的侵蚀所做出的反应，的确算是不好的情况。不过我喂他喝了一些我的血，好像有轻微作用。您的血液也许会起到一定作用，不过这样直接的方式或许会加速阿斯莫德的寄生过程，最好还是间接的使用。间接？那条夫人留下的项链可以缓解素体的痛苦，如果用自己的血饲养它，很可能会起到效果。说起项链，它的作用的确越来越弱了，虽然带着，但起不到什么效果了。越来越多的恶魔都被阿斯莫特的气味吸引到周围伺机而动，他们因为忌惮我而不敢靠近。可是这美味的气味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，要尽快处理才行。还不行，卢克说该醒了呀。活着，也许是因为疼痛，所以没办法睡好。阿斯莫德不是应该找个更强壮的人吗？味道，项链还没有完全起效。你还在梦里，接着睡。黑泽尔，我只是生病，又不是脑子坏掉了。怎么没味道？病人最好吃的清淡一些，主人。那就多放一些玉米粒。是的，主人。在马车上就没什么意识了，一路上昏昏沉沉的，再醒来就是现在。因为我难得的旅行变得一团糟，这样的事迟早还会发生。又不舒服，非要爬起来吃饭，没必要在这种方面逞强吧？你怎么回事？还说我这家伙对还在睡着的病人做什么呢？如果拿这件事来反驳他的话，没错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说不定是因为我亲了你，你才会醒哦。厚脸皮，他肯定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吵和不吵好像都是我输了，如果一拳打上去，喂，不会真有什么问题吧？算了，这一回原谅他了，没什么。对了，队长他们呢？我们到圣亚丽斯之后就分开了。他们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一点小伤。真是乱来，也许再等几天，我就会好起来的。那又如何？我讨厌这种无法掌控的情况。去哪儿？我的工作还没做完，我要回去。我去哪？顺便回去为盖布里埃尔。你在干什么？这家伙都这样了还想着出门，现在气息没有彻底消散，会引来不少麻烦。为了阻止恶魔的入侵，提前就设好了结界。老实待着，我去哪？放我下去！看好我的猎物，卢克。如果他逃跑了，我就找你算账。唉，我的猎物还真是一刻也闲不住。本来就想出来看看情况，果然很严重啊！被吸引的低级恶魔就像苍蝇一样烦人，以那家伙的性格，说不定会冲出来消灭他们。把我想成什么了？正好带回去当盖布里埃尔的食物。主人大概不久就会回来，那只小猫吃饭很积极的。
你说起那只小猫，就是盖布利埃尔吧？说起盖布利埃尔，它曾经真的是一只猫吗？是少爷从小养的。那怎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的？这个嘛，那的确是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往事。夫人去世，我带着主人来到了圣亚里斯的边界卡尔纳斯，好几天不吃不喝了，怎么劝都没用，大人都难以承受的事情，更何况是孩子呢？喏，被赶出来了吧？你的主人最近心情不好，你不要烦他。哎呀，我在指望一只猫听懂什么呢？哎，去玩吧。什么呀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盖布里埃尔也想让你好好吃饭呢。有什么好哭的？虽然嘴上那么说，他至少开口吃饭了。他比从前更沉默。盖布里埃尔一直陪伴着他。那是夫人去世的第3年，沃尔德伦公爵一直没有迎来新的子嗣，他抵不住人们的非议，有了接回主人的打算，给我们寄了一封书信。过了几日，他来边境探访，仿佛已经把夫人忘了。我这次就想带他回圣亚里斯去，最关键的，他最近有什么异常表现吗？您指的是像夫人那样？善良的夫人在他口中成了可怕的存在。你去让他出来，我们明天就回去。恐怕不行，公爵大人，那么小的孩子，回去总比待在这种地方好。孩子能记住什么？可我试图阻拦这荒唐的提议。主人，我没事。和我回去。走啊！公爵大人，那个女人的猫，她怎么还在这里？把那只猫烧死！那个女人恶魔会借着猫的身体复活的。盖布里埃尔，那时的主人还没能力与卫兵们对抗，挣脱了束缚，得到的只是烧焦的遗体。公爵意识到事态已经失去了控制，至此他再也没来过卡尔纳斯。主人觉醒了能力，他用尽一切方法让小猫以骨头的形态活过来。那只猫是盖布利埃尔。没错，选择做毁灭者，却也是不顾一切的拯救者。无论做怎么样的决定，都是主人他的选择，只是希望他能过得好。哎呀，好像擅自说了太多，请您别告诉主人。好，说完才反应过来啊。好好吃吧，这样才能维持你的生命。我一会儿还要出去，你别乱跑。无法掌控的事。危险！怎么？你怎么从窗户回来？我赶回来的时候，看到窗户这里的恶魔，刚打掉的。谁知道你冲着我的脸就来了。玻璃请交给我处理。脾气什么时候这么好？副作用吗？想不到还有一些恶魔能钻进来，大人还真疼。干什么？回你自己的房间去。喂，反正你也看到那些恶魔了，在味道没散去之前，我们就待在一起吧。好。好，如果是平常，一定会砸过来什么东西。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？你无不无？加兰诺伊斯。回答了。你今天怎么回事？你问我这些才奇怪吧，笨蛋。不对，因为小时候经历了那样的事，现在才变成这样。我该对他好点，就从一个温暖的拥抱开始。什么啊？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身上的味道，我要受不了了。唉，年轻人呐。做什么都在10米内哦。嘿，前面的美人能为我停下脚步吗？我说，前面的美人。什么？在和我说话吗？请问黑羽怎么走？
直走就到。再问黑羽，感谢您的指路，这真是我的荣幸。可惜时光易逝，和您分别真是件痛苦的事。谁管你啊？不认识路耍什么帅？轻浮的家伙。问路黑羽，难道是新来的？这里到黑羽是直线，这家伙是路痴吗？这不是重点吧？你就由着他稳手里。我好像没让你这么早来总部吧？病好了吗？先别操心我了，您一直都是倒着看书嘛。看起来比我憔悴多了，脸更可怕了。先不说这个，这个月就别想再出任务，我给你找了别的事。别的？我最讨厌这种情况。满教室的人，这是完整救人质的流程。好帅啊！还有黑子儿那是什么表情？嘲笑吗？早上那个问路的人，那里还有个假人，谁想来试试？我来。又是早上遇到的那家伙，很有气势嘛。人质4分5裂了，这样你是无法通过黑羽测试的。抱歉抱歉。去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那个故意装傻想引起你注意的人。哦，你是说巴宾顿？哎呀，这么快就叫上名字了？难道你喜欢那种人，整天围在你身边打转，色眯眯的盯着你看的疑似杀人惯犯的自恋狂吗？看来你的自我认知很正确嘛。干什么？去做饭。做饭？哼，其实生气的样子还是蛮可爱的，好像仓鼠。我在想什么？不对。别哭了，说说怎么回事。不会是被赶出来了吧，哭鼻子的小鬼？闭嘴吧！是我自己搬出来的，队长并没有拦着我。自从住到那里，就总会做很多反反复复的奇怪的梦。反复的梦？你说梦是反复的，那会梦到哪几种梦境呢？可以归类吗？第一种时常梦到的梦境，耳边是轰鸣声，眼前是一片血红，脸上没有疤的队长抱着我，急切地喊着一个陌生的名字，梅菲尔德。每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总是泪流满面，枕头也被泪水浸湿了，心疼的感觉也还在。梦到经常见面的人是很正常的现象，不必太担心。第二种就是从金士兰德回来之后，我忘记在兔子商店所发生的一切，但我总能梦到零碎的片段。本来不想杀你，但你被带到了这里，知道了我们的秘密。我太痛苦了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我的妻子。别担心，亲爱的，拿这把锋利的斧头来了结他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用手接住了。果然是在做梦啊。不过你当时从兔子商店回来，什么都不记得，的确很奇怪。也许是太过紧张，造成短暂的失忆。不过当时那种心情还记得，心里很苦涩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至于第三种，希望你们能为我保密。也许你们觉得我会很奇怪。眼泪真是流不完呢。说吧，我们会保密的。梦而已，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？你确定你成年了吗？切，我可不是那种事后哭哭啼啼让你负责的小朋友。如果再磨蹭，这份谢礼可就没了。我就知道。那个呆瓜不会是把真的当成梦了吧？真看不出霍克这么奔放。哎，你们黑羽应该不会因为和下属睡觉就被开除吧？哎，你说这个，两位，还是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在事情搞清楚之前，慢慢进行调查吧。正好，我做的晚餐好了，快吃吧。不用了，副队，我能在你这里先睡一会儿吗？很久没睡过一个好觉了。好吧，那你先去我的房间吧。睡了吗？如果这小鬼直接在这里睡一整晚，要和我一间吗？想都别想，我去沙发。本来整理完卷宗都要凌晨了。谁呀？这么晚了。今晚还真是热闹。我是直接跟他过来的，因为不放心。我要回房间睡觉了，你们聊吧。队长和尼尔的关系，这种话要怎么问啊？委婉点嘛。尼尔已经在我们这里睡下了。啊。或许，那个，
尼尔是不是和你们说了什么？您有没有稍微试探一下？听过梅菲尔德这个名字？你从哪听说的？尼尔说是他梦到的名字。很久没听人提起这个名字了。真的有这个人？是啊，我和梅菲尔德很早就认识了，那是新历342年的事，当时的你还没有来到黑域。新历342年，那时还处于世纪的恶魔横行黑暗时代。梅菲尔德他是个很不一般的人呢。少公，和我一起去喝酒吧。泽尼亚，我请你。啊，少来这套！梅菲尔德，这不是你一贯的勾搭方式吗？要不是因为认识你3年，我一定会因为你这张脸上当的。下周我就会调到本部去。这不会是你新的搭讪方式吧？当然不是。怎么，舍不得我了？才没有这回事呢。卢米埃斯，大城市会更热闹吧，对吧，小花？我给你取个名字，然后和我一起去卢米埃斯吧。一周的带薪休假，太爽了吧！我要逛遍这里的酒吧，简直是为我而生的天堂嘛！不要，放开我！救命！喂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哦，又自投罗网一个小美人，成年了吗？老子最讨厌别人问这个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好玩的游戏。来呀，小朋友，叔叔也带你来玩。等他们把裤子脱下来，就把他们的拽掉，再切成一段段塞到他的嘴里。算了，这么恶心的人还是直接揍了吧。欺负一个未成年和女孩，找死吗？哪里来的人？最讨厌别人说我是未成年了。欺负未成年和女孩，找死吗？饶了我吧！你们没事吧？为什么我没有爸爸妈妈？不要伤心，梅菲尔德。上帝只是把属于你的那份爱藏在人群中了，就像一个有趣的寻宝游戏。真的，爱丽丝女士？真的，只要你愿意寻找属于你的那份爱。找一个。谢谢您的大救。需要我送您回去吗？我的同伴就住在附近，我去找他。虽然早就知道爱丽丝修女说的是假话，不过送上门没有不要的道理。好啊。冷不冷？不要再用哄小孩的语气说话了。你这样，感觉是个烂好人。都说了我不是未成年，难道要到我家去看居民证吗？不过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，成年人有成年人的答谢方法。什么？就像爱丽丝修女所说的那样，在人群中寻找。你确定你成年了吗？哼，没礼貌。我可不是那种事后哭哭啼啼让你负责的小朋友。如果再磨蹭，这份谢礼可就没了。看样子我好像只能收下来。身材出乎意料的好啊。这家伙是做什么的？这是吗？你说呢？我在人群里看走眼了。现在算什么？自讨苦吃。没事吧？继续，不能被人看扁了。等等，疼吗？要不要换一种姿势？问题根本就不是出在这里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们下次在哪里见面？我是香槟大街的裁缝，叫尼尔。我又不是什么受虐狂，随便编一个糊弄过去就好了。裁缝，看起来不像。9点了，那个荒唐的夜晚以后，每天只能腰酸背痛的躺在房间里，酒吧都没来得及逛。哇，壮观！我来了。新来的是吧？去那边和队长报道吧，真可爱。我好像有东西落在家了。你好啊，尼尔，我可是找
变了卢米埃斯所有的裁缝铺。看来寻宝游戏也不是每次都有趣的呀。梅菲尔德·福克斯，我是从米瓦特调来的成员，能加入您这里是我的荣幸。开局不利啊！居然和我一样大，这家伙靠着娃娃脸四处行骗。你可以自由地参观这里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去忙了。好了，这里还是很不错的嘛，尤其是……我是新来的，可以带我参观这里吗？好啊。何必挂在一棵树上？队长，新人和我来。不是没空吗？这就算我们的初次碰面，初印象好像不是很好呢。的确。你怎么出来了？反正在屋子里听得清清楚楚，房间太冷了，还不如坐在一起听。你这样……算了，这也没什么。请您继续说吧。那样的见面，我还以为他是个做事散漫的人，不过很快就改观了。我无法与他们沟通，还有腐臭味。这里的植物都是死人的血肉幻化成的。人质！控制植物的能力的确很厉害。是啊，都是当年很有名的大案呢。这俩人立刻说到一起去了。他优秀的表现，顺利通过了3个月的考核期。考核通过？还以为他会记仇呢，而且还这么说。做得不错，你处理案件的能力很强，又有责任心，让我刮目相看了。那干脆去喝酒庆祝一下，反正也不会答应的吧。好啊。冲动之下发出了这样的邀约。来了又什么话都不说，既然如此，干嘛要答应？干脆就早点喝完回去。这是哪儿？肩膀啊！醒了？我只是有点晕，意识还是很清醒的。我们去哪儿？黑羽的宿舍。我看出你想逃跑的心思了，没必要喝这么多酒。雨后的小路，昏黄的灯光，还有送我回家的人，身上的味道也很好闻，而且很暖和。我说，干脆我们就维持那种关系吧。哪种？那种只上床不谈感情，如果你有喜欢的人，可以随时抽身。理智告诉我不该这样，鬼使神差的答应了。为什么会是我？因为恰好就是你啊，就像今天恰好是雨天一样。你不怕我吗？我还以为你会逃走。你说话真有意思，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可怕，有什么好逃的？他在想什么，我捉摸不透。危险、狡猾、有魅力的，可是又露出天真的表情，像一个谜，闯入我的生活。这不是酒神街那家的三明治吗？只有他家会在三明治里加上烟熏三文鱼。他家的老板留着傻瓜西瓜头发型，但是对味道倒是很有品味。给我买的吗？这是我给自己准备的下午茶，就是给你买的。新人的报告单，你怎么会要这个？怎么没有口味和爱好的统计？健康检查表怎么会写那种东西？我想知道关于梅菲尔德的，你不是和他们混得很熟吗？啊？厚着脸皮问到了。果然还是喜欢吧。我还是没有完全了解他。听着都气死人。你想知道他想要的，直接问他不就好了？怎么回事啊，小花？过了这么久了，我对这个人还是不厌烦。我只是一时贪图他的脸和肉体而已。但奇怪的是，我每天都想见到他。等等，不会吧？就算是问也问不出来的。不过有些人心思难猜就算了，说话还弯弯绕绕的。看来这方面的事还是得和人商量啊。我确实也这么想。我想，我有了喜欢的人了。我想尽快结束目前这样草率的关系。我有了喜欢的人了。我想尽快结束目前这样草率的关系。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爱丽丝修女那些话，
会是哄小孩的。开始躲着我，他的态度变化得太快，我至今都想不明白为什么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比案件还难破解的谜团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酒精才是成年人的朋友。一个人吗？废话，也不是只有你才行。拿开你的脏手！谁让你碰他的？搞什么？是我挨打了。怎么一个人去喝酒了？我给你买了酒神街的三明治，要吃吗？话也不想和我说了呀。到了，你进去吧。等等，照顾好他，要是把他养死，你就死定了。给我好好记住。队长，艾维森的天空突然出现的那个噬洞，还是没有缩小的迹象。副队长带领的第一批自愿报名的40名队员，目前死亡人数25，负伤8人，急需支援。我会立刻带新的一队支援。第一批的名单呢？我们好在噬洞找到他们。请过目。噬洞，每当血月出现之时，恶魔血月的力量吸引，聚集在天空所引起的浩劫。漩涡吞噬所到之处，房子被倒挂在天空，人类落到脚下，被称为颠倒的世界，或者叫恶魔的餐盘。想要结束这一切，就要把恶魔都杀死。天空都是幻觉，看脚下，到处都是陷阱，到处都是尸体。恶魔会吸食驱魔者的能力，通常下场会更惨。我们的成员怎么会这样？他们已经是空壳了。其他人呢？你有没有看见梅菲尔德？他为了救我受了重伤，可是还是到更深处救人了。其他人带着幸存者先出去，我带着最后的人去清理噬洞的分支。是。跟紧我。您没关系吗？恶魔越来越少，噬洞就会越来越浅，我们很快就会从这里出去，和与其他人会合。快跑！噬洞里藏着这么厉害的恶魔，这张脸！别看他，梅菲尔德！别看他！别看他！我爱你。我没有其他喜欢的人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和我永远在一起吧。好。是会窥探人心的恶魔，塔洛马迪。梅菲尔德，梅菲尔德，看着我，别睡。才不是厌倦了呢，和你在一起最开心了。我对你是认真的。你以为顶着他的脸就不会死吗？喂喂。睡着了。对不起。本来也不是工作时间，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吧？是啊，居然还打算连夜工作呢，没那个能力瞎逞什么呢？我们从噬洞出来，梅菲尔德受了很重的伤，差点就死了。1个月了，被塔洛马迪刺穿的地方还没有愈合迹象，全身骨头断裂，他的灵魂也成了破碎的残片，只能靠治愈术勉强维持着。这样下去，迟早会死。会有办法的。我这些天连夜翻遍了资料库古籍的记载，治愈之神艾斯玛海斯的羽毛，
既然他的身体承受不住，那就借助载体，存放他一半的灵魂和所有的记忆。我来看你了，梅菲尔德。如果这次能熬过去，你的外貌会倒退几年，并且永远无法长大。彻底忘记过去，新的记忆无法长久保存。快乐的事、痛苦的事，过不了几年又会彻底忘记。大家的时间都过去了，而你还停在那里。你可能一直会这样下去，直到死去，也无法拥有一个完整的灵魂。擅自替你做了决定，没想到我是这样自私的人。如果这次你真的能醒来，哪怕你不再回头看我，我也会一直守护你。打扰了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请进。你好，我叫尼尔，是新来的实习生。等等，那个小鬼，不是，尼尔就是梅菲尔德。发色留给了那团羽毛，样貌又年轻了几岁，完全不记得我。不过，至少他活下来了，让他留在我身边，至少我能看着他。就算是怪我也好，他有了好转的迹象，我本该很开心。可是我有了别的担心。当初我们并没有杀死塔罗马迪。塔洛马迪，传说中能直接窥视人心的恶魔，加入到恶魔的混战之中。他对红月的力量不感兴趣吧？难道有别的目的？在市洞出现，也许只是他操纵人类的初步尝试而已。我担心他在寻找在外界也能像在市洞中那么轻易控制人类的方法。你们很清楚，我的能力可以感知恶魔的靠近，尤其是交过手的。塔洛马迪回来了。今天说的事，请记得保密，让他好好睡觉。我就先回去了。喂，你睡了吗？怎么？哎呀，最后还不是要和我睡？什么？你只是想问中间发生了什么？没意思。那你干嘛露出那种表情？听事情听到一半睡着这种事，当然会让人很不好意思。要有求人的态度吧。这样。是啊，纠缠不清的那种。队长和我们说这些，是让我们多多留意尼尔，毕竟他出任务有无法顾及到的时候。但我还有更担心的，如果他的目标是你呢？我？不会这么快吧？我不是带着你给的项链吗？这就不是之前那些无名小卒能够比的。说不定他早就盘算着这么抓住你，然后吃掉。最近我可得看好你。你在吓唬小孩吗？我自己会看着办的。放开我，我要出去。给我看看，这么短时间能有什么变化？这些印记生长的时候会痛吗？什么？没听清就算了。的确会疼。你……嘘，隔壁还有人睡觉，你不想把他吵醒吧？那位四舍五入也算未成年，被他知道了，你还算正义的黑鱼吗？今天我们来点不一样的，加兰大人，可千万别发出声音啊！腿并起来，只用腿的话不会痛的。你好像弄得到处都是，这么喜欢吗？想打死他！睡得真沉，看来身体还没有完全好啊。真难得，我们在同一张床上醒来的这种情况可不太多。这算什么事？一觉睡到中午。中午？尼尔呢？喂喂，今天早上你还睡着的时候，我把尼尔送回了队长家。本来他要回他自己宿舍，绕几个圈圈骗人，就跟着回去了。没错，就是这里。最近外墙翻新了。感觉不像。昨天晚上他好像出去过，是早上送尼尔的时候吗？好了，当时迷迷糊糊的，给你饭，没能爬起来，都是这家伙害的，甚至都不知道昨晚是什么时候睡着的。看桌上，
什么？不知道。早上回来放在门口的漂流瓶，感觉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如果你非要在我喂完猫之前看的时候，最好戴上手套。什么？看起来像垃圾小广告。你什么时候凑过来的？奇怪，他会用橙花和百合味的香水吗？有点熟悉，闻起来像是教堂的味道。去哪儿？我去总部报道就回来，你就不用跟着我了。这纸条我先带走了。别到处乱跑，运动过度，肉质会很鲜美哦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爸爸。被恶魔寄生之后，他逐渐不再与我说话，他在躲着我。对不起，我3个月后会来看你。我想他是因为不想再次体会失去至亲的痛苦，选择了远离我。这个方法很有效，以至于直到他死去。我想回忆他的时候，他的面貌都变得模糊不清了。我不需要任何多余的情感。或许是知道黑泽尔的接近令人所动，我反而不再排斥。那些一起生长的时候会痛吗？那段话在脑海里反复回响。为什么？它是我通向死亡的变数。身体果然不如从前了，只是这样就会喘不过气。竟然忘了这张纸条，夹层，戴着手套的缘故，这么久才发现。没事吧，副队？没想到您在练习室啊！我正好有问题请教您，今天或明天……抱歉，撞到了你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我从黑羽调取了查验结果，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，但和信封里的是同一种物质。更像是一个圈套。就算是显而易见的圈套，我也想找到一些线索。如果那里有发信人，他一定会知道什么。哼，我的确也想杀了那个恶魔，但是眼下的情况，我不同意。不管什么情况，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了。你不去，我也一定会去。这明显不是普通的恶魔做的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对自己几斤几两还不清楚吗？不然呢？反复查了这么久，终于有了点消息。这种情况，我会安心的待在家里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是不是我最近对你太客气？你以为我不敢把你锁起来？你还不如现在就杀了我。还是你担心你看好的心脏被别人中途抢走？你不就是冲着我的心脏来的吗？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为了心脏。既然如此，你自己都不在意，我干嘛在意一个猎物想什么？你，他失控了，快醒过来！你好好待着。无论如何，我要从这里出去。我盖布利埃尔，别吃它，那个不是食物。你能把这些扯掉？这里这么漂亮，我好像有点舍不得死了。那时候在屋顶说的，都是假的吗？卢克，有人会哭着和你说假话吗？这个老仆也不太明白。天黑了，这么快？天都黑了，盖布利埃尔是不是没吃饭？你说的对，我看书太认真都忘了，我先走了。猜对了。进去，然后我该和他说什么？我走了，这里几乎是无人区。深夜还等在这里的木船，大概就是和这次的邀请有关。欢迎客人。木偶，
木偶会说话，怎么做到的？邀请函，这是要我把那个瓶子塞进去才肯走的意思吗？城堡位于一个小岛之上，四周都是河，难怪要坐船。木偶一直看向城堡的方向，不仅会划船，还会唱歌，谁做出来的？应该就这些人了吧？怎么还没人出来接待？我们先互相认识一下，做个自我介绍。我是博尔特子爵，虽然不住在卢米埃斯，但在卢米埃斯有几个马场。四舍五入，也算是那个人的够不着边的亲戚。一定会欢呼的。我想他干什么？这是我的熟人了，大法官塔尔伯特。认识您是我的荣幸，向各位问好。眼前的这些人怎么都不像是一个金币能演来的角色。尊敬的子爵大人，那边是奎尼女士。我就不过多的自我介绍了，你一样的女人会更吸引人，不是吗？你呢？我怎么不知道圣亚丽丝要请人什么时候出现？嘉文，我是一名教授助理。伯爵大人。哦，你可以为我做单独辅导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的时间表已经安排满了。你呢，小姑娘？你看起来只有15、16岁，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其实我是城堡主人的女儿。怎么都这副表情？你是扎卡莱亚的女儿？你不是？难怪有点眼熟，是你把我们叫来的？不是我，事实上我的脑袋受到撞击，只有幼年模糊的记忆。前不久有人从乡下找到我，说可以帮我联系我父亲的熟人，帮我回想一下过去的事。我并不认识这个什么扎卡莱亚。那个帮你写信的人是谁？他人在哪里？不知道，他带我来到这里之后就走了。求求你们告诉我，过去关于这城堡发生的事情。我的父母和妹妹情况如何？其实我觉得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告诉他吧，他有知道的权利。我来说吧。该死的，说完我还赶着回去，还以为真有什么城堡派对呢。我认识你的父亲，也就是扎卡莱亚伯爵，是在一个酒会上，他很慷慨地请所有人喝了古董酒。那时你的父母刚在一起，他们很快就变成了幸福的一家4口。不过一场意外改变了这一切。他在一次围猎活动中意外瘫痪，他变得喜怒无常，也不再出门了。你的母亲受不了他的脾气，带着小女儿和他的情妇私奔了。被丢下的扎卡莱亚伯爵失魂落魄。渐渐的，他赶走了所有的仆人，沉浸于制造木偶陪着他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人们发现了他留在墙上看不懂的血书，他自杀了，他的另一个女儿也不知所踪。城堡开始接连不断的发生诡异的事，没有人敢住在这里，城堡空置了下来。再后来嘛，你出现在这里，告诉我们你失忆了。因为没有记忆了，听起来像是别人的故事。唉，事情说完了，我要回去。这地方到处都是木偶开着怪瘆人，还有那个端菜的人偶站在那里，我更倒胃口了。这么晚了，要不先住一晚？你说的是，这可真像恐怖故事的开头。想要找出寄信人，还是要多问问这个小女孩寄信人的特征。现在太嘈杂，等这些人走了再问。我要走了。可是外面这么大的雨，谁也别想拦住我，除非门口出现什么雨夜屠夫。开玩笑的。他怎么来了？别想走了，那个破船刚才被风雨吹到礁石上散架了。他没有邀请函，那个木偶怎么肯带他来这里的？邀请函没有，变成碎片的人偶倒是有一个。两位认识？不认识，只不过小小年纪，要注重餐桌礼仪。我是奎尼，我该如何称呼您呢？黑斯廷斯。我说，既然不能回去，我们把这几个木偶随便找个屋子关起来吧，在这里看着太吓人了。好啊。这东西好沉，这玩意儿里面都是铁的吗？这里好像是个仓库。这么大个房间，全都是……眼睛被划掉了，还被泼了什么液体？不过还是能看出来，这些木偶都是卡扎莱亚伯爵的模样。至于这位伯爵夫人，好像有点眼熟。真是吓死人了，黑斯廷斯先生。
今晚，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吓我一跳！怎么外面还有这么多个？算了，睡觉的时候关好门就行了。阿贝说今晚很困了，明天再聊。那就只能暂时留在这里。这个房间好大，是曾经的主卧之一吧？床角为什么会有断掉的铁链？房顶还有画像，是女主人吗？画得这么生动，仿佛置身于场景之中。我好像看过这个，她曾经是卢米埃斯，一个著名的专唱情歌的歌唱家，在事业顶峰的时候突然隐退了。你发什么疯？啊！我真的发疯！你还有力气跑到这里来？你以为留个字条就能溜之大吉了？所以你专程跑过来，就是要和我打架的。我知道你不怕这个，你那个满不在乎的态度。就算我把你杀了，住手！你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你明白现在是什么时候吗？你唯一在乎的就是那些该死的正义感和羞耻心了。就像我预期的那样，他们都来了。是啊，可是你的计划里包括那个大麻烦吗？就是他上次把你打得落荒而逃的吗？哼，那只是一时疏忽。说起来，你的走狗不也是被打得很惨吗？恶魔和人类混合的实验也不大成功啊。你当初在噬洞吞噬了那么多能力，那就让我来见识见识你那些操控人类的把戏。塔洛马迪，这次可是有趣的试探。把我人生搅得一团乱，还在这里指责我，那你又能好到哪儿去？这个世界上有公爵大人在乎的东西吗？切，整个圣亚里斯就没见过你这么倔的人。我不想又看到你在金史兰德那个半死不活的样子。这不是迟早的事吗？嘿，嘉文先生，我是博尔特子爵，我房间的浴缸坏了啊，能借你的吗？我已经睡了，抱歉。在这个鬼地方我没心情，等我们回去再慢慢算账。难道我还要谢？我们不是正在吵架吗？还有，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你能挣脱这个？那是你的猫干的，你又不喂，它当然会乱吃东西。你把别人家窗户都砸坏了，又不是赔不起。他要是想要，我赔他个新的城堡都行。还不是你一上来就开始打架？难道我要谢谢你这次没扯坏衣服？你身上都是那个小鬼的花香味儿。你不也满身香水味吗？不想和你说话。平斯先生，您睡了吗？他在敲你房间的门，快去开啊！收留我一晚吗？人家一个人真的好害怕。这地方很诡异，我怀疑这地方被恶魔下了什么咒语，又或者踏入及签订的契约之类的。我也感觉到了。然后你就直接进来了？那不然呢？我本来就是想追查汉德的事。当初那个区域本来就是有黑羽看守，他们能绕过去，自然是很厉害。我还抱着他的灵魂还存在的一丝幻想，我梦到过他，又把花束放到门前。我希望那是真的。该死的，为什么要露出那副表情？这个屋子里的女主人，我好像在卢米埃斯见过她。她过去在洛洛花园剧院工作，你听过她唱歌吗？没有，那就类似于老年活动中心吧。你怎么会去听过？这不是重点。来的时候坐船的路上，那个木偶也唱了一首歌，他给你唱了吗？没有。所以那个木偶对你唱什么呢？一首情歌。这很正常。那个什么伯爵的妻子死了，他制造一个会唱歌的人偶来纪念他。天花板也有他的画像，这不是恨不得睡觉的时候也看着他们？话是这么说，他们那么恩爱，那幅画像里他看起来瘦骨嶙峋的，身体的朝外，那不是抗拒的表现吗？去哪儿？我想再去看看那个木偶，顺便在这个城堡看看，然后明早去找阿贝。怎么了？好像眼花了一下。我记得所有人都在同一层吧？也不像是木偶笨重的移动声。这边好像也有声音。下水口被什么堵住了？我来。头发，这有一个人的发量了吧？没人。
怎么回事啊？谁敲的门？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个房间？难怪会拒绝我的邀请呢。那个窗户明明锁上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反复打开。我的天花板也响个不停，像轮子滚来滚去。我的浴缸一直在往出溢水，真是太吵。阿贝的声音。噗，没有啊，早就睡着了。没事，打扰你了。真麻烦，因为他是最后来的，还得带上他。那个划船的木偶大概在这边。真忙，果然还是应该把人带回去。在那边。真奇怪，按理说早就该被水冲走了。难道说……我试试。解禁，难怪飘不出去。看来有什么人想把我困在这里。这个结界可不是什么低级恶魔可以创造的，这下麻烦大了。把我骗过来，你可得对我负责，贾兰大人。我本来就没打算走，你才是大麻烦。扶着我。干什么？你的感知能力就这么随便乱用吗？木偶里面真的有灵魂的存在，我感受到窒息和重量，还有模糊的男人的影子。进了水音质都变差了，这东西做工方面没考虑防水吗？它好像冒烟了。这首歌的歌词，他唱歌时脸也一直朝着那个方向。最后一句是什么？假如真有人看到我和他躺在一起。还真是躺在一起，看穿着就是画像上那两位吧？不是说和情夫跑了吗？女主人胳膊上还缠着铁链。虽然雨水冲刷了不少味道，但是腐烂的味道太难以掩盖，这里大概还有别的吧。你还真是狗鼻子，男的女的成对的摆放，看起来像是某种仪式。谁把他们埋在这里？我让他把人都埋在那里，为我献祭那些痛苦死去的灵魂。我都不用动一根手指，我们的目标很快就会发现这里的异常，那时候才是我们该出场的时候。恶毒到我都对你刮目相看了。